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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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怎么了？夫人，请你把这个交给钱老板，让他好好经营，祝他生意兴隆。得嘞，谢。哎。 蓝军说就是这儿。哎，石子哥，啊，人呢？什么人啊？收你布庄那人呢？走了，钥匙都拿走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把布庄卖了，这事儿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？哎，自家的生意跟你商量什么呀？那你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我就靠大生了呗。大哥，您让我说什么好呢？哎，继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，坐一说。哎，继之啊，我也不是全为了帮你，大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也是股东啊。我对了布庄，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。大哥，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呀。你傻话，继之，只要咱们过了这道坎，生意做大了，以后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的时候，我还怕你嫌我拿得多呢。就是，我们跟着你干，无怨无悔。我知道你是替我心疼那个铺子，可是你想想，咱们办桑蚕、扛梨娟、考状元、办团练，哪件事容易啊？咱不都扛过来了吗？我相信，咱们大声击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肯定能够迈过这道坎。没错，咱们有多少钱，咱们就办多大事儿。厂房一间一间盖，机器是一台一台买，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。大哥，孟生，咱们的沙场一定能办起来，而且必须办起来。我信你，我也信你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这个身子，我自己知道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小圈儿，大惊小怪的，还劳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。四嫂，您这就是胸痹之症，气虚血瘀，虽没什么大碍吧，但这个继之不在家嘛，身边又没个女眷，确实不太方便。怎么没有女眷啊，沙伯伯？我不是在这里吗？我又没事，我能照顾四婶。这2天呀，多亏了这兰儿，一听说我病了，这几天天天过来，又是炖汤，又是熬药，把这姑娘啊辛苦坏了。没事，四婶，应该的，赶快趁热喝吧。敬福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！嗯，哎，你爹这布庄生意现在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就还是老样子嘛，还是我爹让我来照顾四婶的呢。哎，还说呢，我这身子啊，就是不争气，帮不上四哥不说，还要劳烦沈大哥和兰儿也跟着操心费力。四婶，哎，四哥，孟生，你来的够快的呀！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
沈大哥说沙场工地有点急事，暂时赶不过来啊。不过他已经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咱们联系好了一个杨机匠，说是这个洋人呐是个懂机器的行家啊。我已经让一红去接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快，四哥坐来。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一会儿。好。哎呀，你这从江宁一路赶过来，真是舟车劳顿呐。四哥啊，孟生，听说你找到了纺纱机，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。今天天一亮，我就过江来到了上海，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批纺纱机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这纺纱机，这些户董们不可以放心的把古金给他们投进来了吗？只是啊，这些机器置放的太久了，不知道成色如何。哎，江爷，司先生，杨机匠接来了。孟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懂机器的行家。Hello，是的，在上海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纺纱机，因为我曾经是一河晒纱的首席机械师。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？请叫我汤姆斯先生。哦，汤先生。不知你是否娶妻，家住何处？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熟悉到可以闲聊的这种程度，赶紧去看机器吧。不急。老话说得好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我们可是礼仪之邦。这样子，在这里咱们吃顿便饭。一红，旁边找一家小饭馆，4菜1汤。我相信你们来上海不是为了喝茶吃饭。而且这次的工作我是按时间收费，是从我上人力气开始计算。好，我欣赏您务实的态度。我们先办正事。哎呦，打开。汤先生，这都锈成这样了，还能用吗？还有救吗？还好，大致有700台机器可用。其他小送人家可以联系生产公司，也可以补齐。太好了，真是谢天谢地啊！段公，前面咱就到了。这就是郭董给咱们找的这个大生住户公所。哎呦，这地方可敞亮啊！全靠我们老爷的面子，要不然这4马路上的门面还真不好拿下呢。请，来，您请。敞亮。嘿嘿。怎么样？赵员工还满意吗？满意，郭董。满意就好。上海沪董繁分退股啊！正好我们请来了通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高清补齐，眼下又找到了大生户所的落脚处，这算是双喜临门呐！郭董啊，你看啊，咱们呢一共是6位股东，现在高清先生加入，
我们通董啊就占了4席了，这可是大大减轻你们沪董的招股压力了。这招股又不是打群架，不是哪边人多就能赢啊！是。哎呀，上海这些大商贾啊，一个个眼高于顶，生意小了还真是瞧不上。郭董，眼下还真是有一桩大生意。我们查出了几年前张之洞大人买进的一批杀鸡，贵大人答应错价50万两卖给我们。这官鸡入股，那状元公，您这沙场到底是官办还是商办呢？郭董，如果官府从中作梗的话，我一定会一律承担，不会难为沪董的。可真要是官府干涉的时候，就怕您也是无能为力呀。哎，郭总，你们沪董啊，倒是如数把这古今纳齐了呀，别光说不练呢，是不是啊？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挑明了吧。古今呢，我会竭尽所能去筹集，但若力有不逮，还望状元公莫怪。再有，我想重申的就是，这沙场绝对不能官商合办。丑话说在前面，方为君子。灵儿，这一大早你忙啥呢？你起来啦？啊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好一点了。嗯，我刚才去山上采了些野菊花，准备跟这个10大功劳叶一块熬点水给您喝。婴儿有心了，在爹心里，你就跟爹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呀。这我知道呀。怎么还突然说这个了？这外面人都在议论，说张继直为沙场筹股，在上海四处碰壁。哎，我早知道还是要嫁作商人妇，我又何必去高攀张家这门亲呢？爹，就算您不相信继直，您也应该相信您女儿的眼光吧。放心吧，您女儿的眼光差不了。你呀，哼，哎。张姐叩见督帅。不必多礼了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怎么了？沙场办不起来了，别想着问我要银子。贤帅，银子也好，官鸡也罢，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。你可别忘了，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，如今你欲领官鸡，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？贤帅，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？官鸡入股，官不献上，由商自办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也无此先例呀。贤帅，沪董实在是被官商怕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盛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，他哪家沙场不是官办起家呀？贤帅，盛宣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。他是官股起家，吸收商贾壮大，后来结果又怎样？官商俱溃。坐吧。谢贤帅。你跟我好好说说，如今的大生实际招股情况如何？贤帅，大生预计招股是60万两，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。接下来要做的是，置地、建厂、
买机器、买棉花、人员、杂费，没有这些费用，纱厂是办不起来的，这是必花的钱。您说我得花多少？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？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。30万两？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？你找个买主把它给卖了，填你那窟窿去。怎么还不走了？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？先帅，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，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。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？你求我什么事儿了？你都把我给气糊涂了。先帅，官机入股，不冠官商合办之名。好，本部堂答应你。官机入股，只取官吏，纱厂还由商董经营。多谢县帅体恤。此次拜谒亦喜亦忧，喜的是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，是一进步；由官督商办改为申领商办，是一大进步。忧的是50万官机入股，超过10万商股，甚多。商股仍被官股掣肘，何谈申领商办？为今之计，只能分化官股，促成商股空权，以保大圣之经营在民而不在官。继之啊，许久未曾谋面，还是老样子。哎呀，盛大人，我还能是什么样子？只是不知盛大人还是不是老样子？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？哎呀，盛大人太健忘了。黄茂兄弟，哎，壬午年啊，我有位老恩师孙云锦先生，当时蒙难呐，您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记得。当时是多亏了盛大人慨然出手，我老师才逃出牢笼啊！这份恩情我至今不忘啊！哎呦，不得了啊，状元公，您这经了伤以后，兄弟我是刮目相看呐！啊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，可是您这求起人来都是出神入化。哎呀，佩服佩服啊！黄毛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！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，盛大人，黄茂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，对吧？对，你看看，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！继之啊，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啊。那时候硬气得很呐！哎呀，少年气盛，少年气盛，就是黄茂你10个都赶不上一个张继直。哎，那是，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圣的原因。多谢盛大人。啊，哎，闲话不多聊了，继之啊，我帮你想个办法，啊，把作价50万两的4.700余锭官机，从中分开一半，作价25万两，你我各领2万多锭官机。那么你们的25万两，你们通户董啊如何办，我就管不着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盛大人，
我认为可以。不知华茂贤弟如此甚好啊！那华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！彼此。多谢盛大人，多谢盛大人。好。江宁商务局今与通州大生纱厂官商会议合办，议定各条，开列于后。一、商务局将湖北纺织官局现有纱机4万700余锭，连同锅炉引擎全副，作为官本，官商永远合办，逐年获利，按股均分。如有亏折，亦按股摊认。利害相共，两无一说。二、厂中用人、理财各事，全归商董经理，永远共守者为正约，一时共守者为副约。恐日后口说无凭，立据合同为证。总办：江宁商务局，署理江宁布政使。前淮阳海盗桂松庆。通海一带商务，翰林院修撰，张简；通海大生纱厂商董，沈进夫；蒋梦生、郭华茂、郭勋、高清；居间候选同知，崔鼎。光绪22年11月初2日。小哥当心啊！慢着点儿。4角队齐全了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您过来了呀！去和李夫人聊聊。老夫人您来了，快入座。哎呦，正好介绍我住的那个人，他跟我自己认识，看的最近。哎呦，我瞅吴姑娘打扮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大姐，沈老爷恭喜！哎呀，老英姑娘，哎呦，这身新娘装穿在您身上，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人。小心点儿，别摔着了。绿姐让你要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。这还有纸，把这些也剪了。哎，这有点太粗了，再剪细点儿，多剪点啊。高点啊！高点，不能再高，看见。再高点。哎，对，跟那个球找齐了。哎，看好了。哎，往两边。低点，太高了，这酒来喽，酒来喽！要不我给你打把水？没事。拴在那柱子上，拴的。哎，当心那花盆啊！好，再上去一点，好绑。行了，就这样就行了。绑结实了。对。哎，张大哥，四先生在哪儿呢？后院梳头呢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有人找他。来，帮我弄这花来。来，怎么弄？四先生，四先生，夫人，外边来了个日本人，说要见四先生。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好。我本不想大操大办，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，他来的真不是时候。哦，那我让他走。算了，把他请到书房吧，我一会儿去见他。哎，好嘞。毕竟今天是季季先生大喜的日子，突然造访，
实在是冒昧。哪里不知者不怪，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啊？请机智先生同意，让我入个大神。这既是帮你，也是帮我。西村先生，大生纱厂是有通户6栋的，凡事不是我张健一个人一言堂，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。这我知道，我的老师狮子容易，承受的就是流觞之道，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。西村先生，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纱厂把持，另有盛宣怀的华盛纱厂异常强势，日资纱厂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，西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，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，是这样吧？确实是这样。但是西村先生，现在日本入侵华夏，我救国图强，你我之间确实是道不通，不相为谋啊。可是什么时辰了？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？这比金亲大喜的日重要是吧，四先生？不是你这个，继侄啊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再耽误吉时都过了，是吗？新娘子等不及了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那我就告辞了。雨红啊，送一下西村先生。哎呀，快，一头快，免礼，快，继侄，快着吧，抓紧吧。对呀，来，我帮你收拾。时辰已到，准备迎亲。丁敏春迎娶吴氏道音之后，恰逢为先父守制3年期满，遂于文昌旦日补办状元开贺之意。回首来路，大生纱厂历尽艰辛，初见成效，一言难尽。个人精力耗费于官吏交涉者十分有期，尽职于大生经营者仅占3成。半生奔走，终得家业两立，见悲心交集。季直啊，你这办贺一步摆个酒席，实在有些说不过去。应德兄，身着官服出入酒肆，总是不好吧？改日摆酒赔罪。哎呀，好，就依你。季直，虽说我们之前呢有意见相左，多有局龉，但毕竟同朝为官啊，又都在通州，还是得多亲近亲近。应德兄所言极是，今后我在通州办纱厂，还要仰仗应德兄给予支持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季直啊，坐。
你是通州的状元，我是通州的父母官，我们两人要势同水火，不仅让人看笑话，连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。应德兄，诫勉之言，季直记下了。应德兄叫我来，一定是有事啊，但说无妨。你看看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季直。翰林院掌院写的信，说你已丁忧期满，催你回京销假，多次催促你拒不服从，这才给我写了信，让我督促你回京。应德兄，季直有两句心里话，发自肺腑，并无冒犯之意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，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。此乃季直素来志向。好，那这么说，季直你是铁了心要办沙场了。好，既然贤弟矢志不渝，那我就当没看过这封信。季直啊，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，非你莫属。回来了，爹。哎，饭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哎，我给您掸掸。怎么了，爹？有心事儿啊？有什么心事儿？厂子里头又缺银子了。先吃饭吧。哎。大生建厂以来一直缺银子呀，可是你季直叔总能想出办法来，也算是绝处逢生啊。是啊，谢谢爹。可眼下这招不来工人，我是万万也没想到啊。有银子赚，都没人愿意来吗？咱这地方跟农村差不多，甭说工厂，他们连机器都没见过，没听说过，甭说女工了。连男工都招不上来，他们现在不知道工厂是什么，那咱们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？口头上说不信，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榜样看看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这么好的事儿都没人愿意来。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。没事儿，爹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我给你看个好玩的，我亲手做的，厉害吧？哟，这是给张家吴夫人做的？是啊，她不是快生了吗？我提前准备着。好，状元宫后继有人了，我想一定讨人喜欢。我也这么觉着，爹。导演，你去睡吧，别陪我熬着了啊。是，我也不困，正好把这棉衣缝完，你能带到京城去。丁忧期满，回京师销个假，用不了多长时间的。你看现在是初春，顶多仲夏就回来了，带一堆厚衣服反而累赘。你怎么还在写信呀？你人到了京城，跟他们面谈多好啊！
写这么多信，这些信笺万一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，倒就成了攻讦你的凭据了。导演啊，你还有这份境界啊？哎，宦海无情啊，确实要小心经营。但是现在国家危难，有些话我还不得不说。反正我就这么瞎说的。国家大事呢，我是帮不上你，但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，尽管放心。你也是，你现在有身孕，不比从前了呀，要多休息才是。放心吧，小家伙乖得很，知道心疼他娘。不过你还别说，最近还真是不一样，我发现有点调皮了。我猜啊，他是想赶在你走之前着急跟你见面呢。我比他还急。行了，我扶你去睡吧。啊，来。哦，怎么了，导演？啊，不会吧？不会说来就来吧？啊？哎，一黄，哎，快来快来！怎么了？一黄，快！夫人要生了啊！那我，你快去请沙先生。哦，好。导演，哎呀，导演，四哥，你别紧张。当初我们家秀琴啊生知礼的时候，我比你还紧张呢。结果不是还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吗？放心，没事啊。你紧张，要不是我把你从戏楼里拉回来，你还不知道你当爹了呢。哎呀，沈大哥，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别提了。恰逢我此次回乡，哎，你怎么就慌张成这样啊？进京赶考，我都没见你这么慌乱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夫人婚后5年产下1女，不到100日便夭折了。后来身体一直不好，没能身孕。我是担心，如果这个孩子在……哎呀，没事儿，稳住，稳住。听这哭声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自杀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四哥呢？啊，还是个儿子啊！母子平安。导演，我婚娶25年以来，终于有后了。那四哥给儿子起个名字吧。叫彝祖，这是我爹在世时留下的。彝祖，好啊，彝祖这名字好，我喜欢。别人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，四哥希望彝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现在太小了，想不了那么远，平安就好了。生逢乱世，心安、身安、平安就可以了。
陆大人，请。哎，好，四先生来了。四先生，陆大人来了。拜见陆兄大人。哎呦，启之兄多礼了。你我同属丁酉期满，朝廷尚未授予新职，大人二字不敢当。哎，因翁长叔的缘故，我便不同你见外。仗着自己年长几岁，托大，称一声兄如何呀？陆兄啊，您是同治13年状元，丁酉前任国子监祭酒兼南书房行走，又年长我一届，一声大人是当得的。既然蒙兄不弃，姐恭敬不如从命。哎呦，启之兄啊，现在是我搭你的便船取到上海，你要是这样客气，这船钱我可不敢省了。哎呀，陆兄还要付船钱呀？那我这个办沙场的真经也就不敢取了，咱俩空坐一船，岂不可惜啊？玩笑玩笑，陆兄请，陆兄请，请。哎，四先生。管家，开船。